人震惊地发现家里竟多出了一双不属于自己的高跟鞋。她缓缓走到卧室门前，透过门缝朝里看去，却看到丈夫正和一个陌生女人亲热。等两人去洗澡的间隙，奈津子便躲进了卧室衣柜里，亲眼目睹了这场赤裸裸的背叛。3年前，奈津子和丈夫结婚那天，闺蜜好奇地追问翼龙当初是怎么跟她求婚的。她满脸幸福地说：“君の作る世界一美味しいご飯を毎日食べられたら、俺は世界一幸せになれる。”然而结婚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曾经把她的厨艺当成珍宝的男人，渐渐褪去了温柔的伪装，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奈津子吓得连忙跪下，小心翼翼擦拭着被弄脏的衣服，连声道歉，说自己马上重新做一份。可丈夫依旧不依不饶，语气里满是厌恶与后悔，抱怨她连一顿饭都做不好，连基本的家务都做不明白，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选择她。奈津子跪在地上，不敢反驳，只能默默承受着所有的指责与羞辱。这样卑微的忍耐，她一过就是3年。她是全职家庭主妇，婚后放弃了工作，断绝了经济来源。在这段婚姻里，她连反抗的底气都没有，只能忍气吞声。丈夫去医院体检，查出血压高，医生反复叮嘱要好好调理。奈津子特意上网查了无数养生食谱，花了整整1个下午，精心的都做了低盐少油的饭菜，每样都做得用心至极，满心想着能好好调理她的身体。可丈夫反倒一脸不耐烦的抱怨，自己在外拼命工作养家，回到家连一顿合胃口的饭都吃不上。別に暇し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よ。私だってパート行ってるし。パートのお前と俺とじゃ比べ物なんねえだろ。バカにしてる？そんなつもりは。誰のおかげで楽な生活できてると思ってんだよ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奈津子也有想过离婚，但她没有收入，婚后为了家庭彻底放弃了工作，如今只能靠在超市打打零工补贴家用。这点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让她独立生活，更别说离开这个让她窒息的家。其实奈津子做的饭很好吃，邻居都虚心向她请教菜谱和烹饪技巧。在外人眼里，她温柔能干，厨艺出众，是人人羡慕的好妻子。可唯独在丈夫眼中，她一无是处。她的付出，她的厨艺，她的真心都不值得被珍惜。这天晚上，奈津子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走到丈夫面前，声音轻柔又带着几分恳求。她打算明天和父亲一起去函馆温泉旅行，想请丈夫能够同意。她心里早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毕竟这些年丈夫从来不会轻易满足她的任何要求。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拒绝，反而让她多玩了几天。1泊2日なんて言わずに、もっとゆっくりしてきたら。どうせなら実家にも泊まったらいいじゃん。その方が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喜ぶんじゃない？でもそんなに家開けちゃ。いいっていいって。自分の飯くらい自分でどうにかできるから。せっかくの機会なんだからさ。奈津子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，心里既有一丝意外的窃喜。她隐约觉得丈夫的反常或许只是懒得再敷衍她，可哪怕是这样，她也忍不住珍惜这难得的机会。第二天一早，奈津子出发时，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，父亲早上起床时不小心闪到了腰，这次的温泉旅行终究是去不上了。原本母亲想让她在娘家住一晚，好好陪陪父亲。旅行はまた日を改めてにしよう。ねえ。1泊くらい泊まっていけば。可奈津子脑海里突然闪过丈夫说的话，连这点家务都做不好，不如离婚算了。那句话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她的心里，让她不敢有丝毫停留。她怕自己多待一晚，这段本就脆弱的婚姻因为这一点小事彻底崩塌。于是她婉拒了母亲的挽留，决定今天就回去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奈津子看到路边3个女学生，她们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，眼里满是青春的光芒。那一刻，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光，想起了那时的自己也和她们一样天真烂漫、意气风发，还有形影不离的闺蜜吉野和铃酱。可自从结婚以后，被一门心思扑在家庭和丈夫身上，渐渐疏远了身边的朋友，几人基本上很少见面，偶尔的联系也只是简单寒暄几句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无话不谈。其实吉野的生活过得也并不如意，她的丈夫是大学的研究员，表面上温文尔雅，事业有成，可实际上却经常以加班做研究为由彻夜不回家，有时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至于她为什么总是不回家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吉野在查看丈夫朋友圈时，发现了一条可疑的动态，照片里的背景是一家情侣酒店。奈津子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，也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她撞破了丈夫的背叛，躲在衣柜里亲眼目睹了所有不堪。等两人走进浴室，她才强撑着浑身的力气从衣柜里走了出来。她麻木地走到楼下，看着屏幕上是她和丈夫的结婚壁纸，那是结婚时满心欢喜设置的，如今再看只剩下无尽的讽刺和心酸。她崩溃地瘫坐在地上，积压了3年的委屈、痛苦和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，仿佛要把这些年所受的所有
委屈都哭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闺蜜打来了电话。到了酒吧，奈津子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只是拿起桌上的酒杯，一杯接一杯的喝着。坐在旁边的吉野和铃将看着她反常的模样，下意识地察觉到奈津子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没等奈津子多说一个字，吉野缓缓开口，说出了一句震惊奈津子的话：浮気した夫って許せる？夏子の結婚式で言ったこと覚えてる？何かあったら3人で助け合おう。絶対的な味方がいるって思えば少しは心強いでしょ。私たちで同盟組まない？あいつらに復讐しない？我是专注最新影视的阿南，我们下期见。